Briefing 1 2003年，非洲东北部的苏丹战火再次燃起，苏丹政府军与达佛解放阵线在西部达佛地区展开激烈交战，达佛战争就此爆发。这场战争是苏丹长期内战的延续，也是非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战争的起因是复杂的政治和种族矛盾，达佛地区长期遭受苏丹政府的边缘化和歧视，当地黑人部落与阿拉伯部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战争爆发后，苏丹政府军对达佛地区进行了残酷镇压，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成为难民。达佛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页悲剧，它提醒我们，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标。Briefing 2 2011年，北非国家利比亚陷入动荡，卡扎菲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展开激烈交战，无数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面对利比亚的混乱局势，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罕见的一致通过了第1970号决议，对利比亚政府的暴力镇压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对利比亚实施武器禁运和旅行禁令。这是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局势的强烈反应，也是对卡扎菲政府的严厉警告。然而，卡扎菲政府却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继续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最终，利比亚内战演变为一场国际军事干预行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战争的阴霾依然笼罩着利比亚，未来的利比亚将走向何方？ Briefing 4 1933年2月27日，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被一场大火吞噬，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照亮了纳粹党阴谋的黑暗面。谁是纵火者？真相究竟如何？纳粹党指控共产党是幕后黑手，并以此为借口疯狂镇压反对派，巩固自己的统治。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多年后，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场火灾可能是纳粹党自导自演的一场阴谋。他们企图利用这场灾难为建立独裁统治扫清道路。国会纵火案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德国的政治格局，也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这场历史事件也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发现。Briefing 4 1947年2月27日，台北大稻埕的天马茶坊前，一场悲剧悄然上演。专卖局茶几员在茶几私烟时，与一名叫做林江麦的妇女发生冲突。林江麦被茶几员用枪托击伤头部，鲜血染红了街道。目睹这一切的民众怒火中烧，将茶几员团团包围。慌乱中，茶几员开枪示警，却误伤了一名市民陈文熙，最终导致陈文熙送医不治身亡。这一事件犹如一枚炸弹，瞬间引爆了全台湾的怒火，最终酿成了震惊中外的228事件。天马茶坊血案是228事件的导火索，也是台湾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揭开了国民党政府统治台湾的黑暗面，也唤醒了台湾人民反抗压迫的意识。Briefing 5 1986年2月25日，菲律宾马尼拉街头，人山人海，呼声震天，人民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防线，将独裁者马克思赶下了台。这场被称为人民力量革命的运动，始于1983年马克思暗杀反对派领袖阿基诺。3年后，阿基诺的遗孀克拉松阿基诺参加总统竞选，却遭到马克思政权的疯狂打压。面对不公正的选举，菲律宾人民团结一致，走上街头，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最终，在人民的强大力量下，马克思被迫逃离菲律宾，克拉松阿基诺成功当选总统，菲律宾迎来了民主的新时代。Briefing 6 1988年2月27日，阿塞拜疆城市苏姆盖特，一场血腥的屠杀拉开了序幕。亚美尼亚人，这个生活在阿塞拜疆的少数民族，成为了暴力的目标。他们的家园被烧毁，他们的财产被抢掠，他们的生命被无情地夺走。这场屠杀持续了3天，造成了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它是苏联时期最严重的民族冲突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饶恕的罪行。民族仇恨是这场悲剧的根源，在长期的历史积怨和政治操纵下，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酿成了这场惨无人道的屠杀。Briefing 7 2001年2月27日，中国海南省博鳌镇，来自亚洲25个国家和澳大利亚的政界、商界和学界领袖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这一天不仅是亚洲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顺应了亚洲经济快速发展和区域合作日益紧密的时代潮流，它为亚洲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商亚洲发展大计、共创亚洲美好未来的重要平台。20多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始终致力于推动亚洲经济合作，促进亚洲文明交流，维护亚洲和平稳定。它已经成为亚洲重要的区域合作机制，为亚洲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Briefing 8 2005年2月27日，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条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正式生效，它标志着全球控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份公约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旨在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的危害。它对烟草制品生产、销售、广告和消费等方面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为各国控烟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公约的生效凝聚了全球控烟人士的多年努力，他们克服了烟草行业的阻挠和反对，最终促成了这一历史性成果。公约的实施对全球控烟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帮助许多国家降低了吸烟率，减少了烟草相关疾病的发生率，挽救了无数生命。尽管仍有许多挑战，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生效，为全球控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riefing 9 2006年2月27日，台湾总统陈水扁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宣布，正式终止国家统一纲领。这一举动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两岸政坛引发了轩然波澜。国家统一纲领是国民党在1991年制定的两岸政策纲领，主张两岸最终实现三民主义统一。然而，随着民进党上台执政，两岸关系逐渐走向分裂。陈水扁宣布终止国统纲领，意味着台湾当局正式放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一事件不仅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发了岛内民众的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台湾迈向正常国家的重要一步，反对者则认为这是台独分裂势力的又一次挑衅。无论如何，终止国统纲领都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Today's topic 在2002年的一天，世界地图上的一个不大但充满活力的地方——台湾，以一种特殊的名义中华台北正式步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大门。这一刻不仅是台湾经济和国际地位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全球贸易格局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篇章的开端。让我们的时光机器带你回到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一起探索这个历史性时刻背后的故事。当时的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十字路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的加入不仅对其自身，也对全球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台湾为了加入 WTO， 经历了长达10几年的谈判和准备。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政治敏感性和经济策略的权衡。在这段旅程中，台湾展现了其对外贸易的渴望和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和挑战。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加入 WTO 虽然是一个妥协，但也体现了台湾在维护其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时的灵活和智慧。那个时候的台湾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全球化的浪潮为这座岛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入 WTO 之后，台湾的企业得以更平等、更便捷地进入世界市场，同时也使得台湾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空间。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台湾人民不懈的努力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面对挑战，不断适应国际贸易的新规则，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这一段历史不仅是关于一个地区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到一席之地的故事，更是关于坚持和创新，关于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今回望，台湾加入 WTO 的那一刻，不仅标志着其全球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为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个小岛的故事充满了挑战与希望，展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
一个小而美的经济体如何通过智慧和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在那个标志性的一刻，中华民国台湾的命运似乎握在了世界的手中。2002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台湾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一员。这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台湾的加入不仅对其自身，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台湾的这一成就并非一蹴而就，长期以来，台湾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引领亚洲甚至全球的发展潮流。然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特别是与中国大陆的紧张关系，一直是台湾面临的重大挑战。WTO 的加入，台湾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能够提升其国际地位，同时促进经济进一步开放和融入世界市场的机会。台湾的 WTO 成员身份，意味着它必须遵守国际贸易的规则和标准，同时也享有同等的权利。这对台湾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台湾的产业必须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这也大大拓宽了台湾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更重要的是，作为 WTO 成员，台湾能够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和话语权。然而，台湾的加入并非没有争议，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因为大陆是台湾为其一部分，而台湾加入 WTO 却是以一个单独的关税领域的身份。这一身份虽然避免了对台湾政治地位的直接挑战，但也成为两岸关系中的一个微妙点。国际社会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反应。台湾的这一步棋，既展现了其外交上的灵活性，也暴露了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在 WTO 的角色和影响力逐渐显现。它不仅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通过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台湾的成功故事，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精密制造和服务业方面的成就，成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榜样。然而，台湾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台湾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同时也必须应对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如何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确保社会的公平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成为台湾必须面对的课题。此外，台湾如何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同时，与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国际伙伴建立和维护良好关系，仍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议题。台湾加入 WTO 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机遇和挑战的故事。它不仅改变了台湾，也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影响。台湾展现了小国可以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影响力，通过智慧和努力为自己赢得尊重和地位。这一历程充满了挑战，但也充满了希望和可能性。正如台湾自己的历史一样，充满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